坐在安静咖啡厅的桌边独自一人，听着周围许多人的喧嚣声，反而感到平静。相信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体验，人们聚了又散，互相交谈，而自己却如同宁静城堡般存在于其中。这一刻，与其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如其他人那样积极融入，不如换个角度想，原来正在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体验这个世界。今天就来聊聊这类人内心深处的风景，以及其中隐藏的令人惊叹的心理机制。这不是内向二字就能解释的复杂而深刻的内心世界。实际上，心理学研究已经给出答案。那些能在独处空间感受到深度满足感的人，其大脑活动模式非常独特，他们前额叶皮质中与自我觉察相关的活动比平均水平高出 23%， 负责情绪处理的边缘系统也更活跃。可以说，他们内心深处仿佛展开着一个小小的宇宙。即使没有外部强烈刺激，他们也具备获得丰富精神体验的能力。这不是性格差异，而是大脑结构性差异带来的根本性特质。斯坦福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对偏好独处的人进行了脑波分析，发现其阿尔法波和西塔波活动明显高于平均水平。阿尔法波与深度放松状态和创造性思维有关，西塔波则出现在直觉性洞察和深度冥想状态中。观察这类人可以发现，即使在家度过一整天，他们也很少感到无聊或空虚，反而会面带愉悦地说今天真是充实的一天。秘密就在于他们较高水平的内心自我感知。内心自我感知这个词听起来可能有些陌生，简单来说，它是衡量一个人与自身内在连接深度的指标。举个例子，同样望着一片夕阳，有些人只是简单想真漂亮然后走过，而内心自我感知强的人则会细细探索这一刻的色彩与自己哪段记忆相连，唤起了怎样的情感。他们擅长在日常的细小瞬间中发现深刻的意义。早晨喝的一杯咖啡，窗外树叶颜色的变化，翻书时的声音，这些细碎的事物汇聚在一起，构成一段完整的体验。令人惊讶的是，拥有这种特质的人在创造力测验中往往拿到高于平均水平的分数。这是因为他们不依赖外部刺激，而是善于运用内在的想象力和直觉回想历史上许多艺术家和作家都是通过独处的时光创作出杰作，这一点便很容易理解了。然而，拥有这种特质的人并非总是一帆风顺，很多情况下，他们从小可能就一路听着要更活泼一点，要多和朋友相处这样的话长大。尤其是在学生时代，每当在团体活动或上台发言时表现不够积极，便会收到老师或父母担忧式的建议：你为什么这么安静？要更积极地参与才行。这些话语可能让人感觉自己仿佛哪里出了问题。整个社会普遍认为外向、善于交际的性格更为可取，因此这些人往往会隐藏自己本来的样子，努力活成他人期待的模样。大多数人要到成年之后才终于明白，原来我就是这样的人。更准确地说，是在试图跟上他人节奏而精疲力竭之后，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节奏。一位研究参与者这样说道：直到20岁出头，我真的很努力地想活得像个社交达人，每周参加聚会，认识新朋友，在社群软件上也很活跃。但在某个瞬间，我感到太累了，每次回到家都像是彻底放电的感觉。那时我意识到，我获得能量的方式和别人不同。我也发现，独处时才会浮现出真正的自己。神经科学研究印证了这一现象。偏好独处的人的大脑对多巴胺的敏感性相对较低，而对一种名为乙酰胆碱的神经传导物质反应更为敏感。多巴胺在追求新刺激或奖励时分泌，而乙酰胆碱则在进行深度思考或觉察性活动时被激活。这正是解释为何有些人在嘈杂的夜店中获得能量，而另一些人
在安静的图书馆中感到充满活力的核心机制。两者都是正常且健康的反应，只是大脑运作方式从根本上不同。或许可以比喻为，有人拥有从阳光中获取能量的太阳能板，而另一些人则像是在静谧夜晚充电的月光电池。这里有一个真正有趣的发现，与享受孤独的人必然内向这一偏见不同。这类人中有相当一部分在深度关系中其实非常活跃，表达力也很丰富，只是他们不会轻易向任何人展示那份能量罢了。就像不会随意展示珍贵宝石一样，他们会慎重选择值得展示真实自我的人。这种选择性的开放反而能构建出更有深度、更有意义的关系。实际上，与他们建立过深厚友谊的人普遍会这样说。一开始看起来安静，不苟言笑，但了解之后发现是个真正温暖又有趣的人。一旦打开心扉，可以聊上好几个小时。他们建立关系向来重质不重量，比起与众多人维持表面关系，他们更倾向于与真正志同道合的少数人建立深厚真挚的纽带。心理学家将这种模式称为选择性社交。比起与所有人轻松相处，他们更愿意与真正心意相通的少数人维持深度关系。关系的深度远比关系的数量重要得多。比起100个泛泛之交，他们更珍视5个真正的朋友。比起每天见到许多人，他们更珍惜虽然偶尔相见却能真心交流的那一个人。他们在家度过的时光具体是什么样子呢？与许多人想象中那种无精打采躺着消磨时间的画面相去甚远。他们反而用非常主动、富有创造力的活动充实着每一天。以读书为例，对他们来说，读书不仅仅是一种爱好，更是近乎对话的体验。他们与书中人物产生情感共鸣，将作者想传达的内容与自己的经历联系起来解读。有时甚至会在脑海中就书的内容展开一场漫长的辩论。读完一本书，会感受到仿佛与一位好友进行了一场深度交谈般的充实感。有时书中读到的某段话会在脑海中缭绕数日，带来与自己生命相连接的新洞见。做饭或种植物这样的日常活动对他们来说也有着特别的意义。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做饭，而是在选择食材、烹调的整个过程中感受到冥想般的平静。炒番茄时专注于那鲜红的色泽与香气，炒洋葱时观察那滋滋作响的声音和颜色的变化，调味时与自己的味觉对话。这些过程汇聚在一起，构成一段完整的疗愈体验。种植物同样超越了单纯爱好的意义。每日细微变化的叶片形态，新冒出的嫩芽，随季节更迭的植物生长节律，在细心观察这一切的过程中，会对生命的奥秘进行深刻的沉思。聆听音乐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非常丰富的体验，不是作为背景音乐播放，而是全神贯注，细细追随旋律所营造的情感变化。某些曲子与过去某个特定瞬间相连，唤起深深的乡愁；某些曲子则激发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想象。听古典乐时，为管弦乐团各乐器交融而成的和声所惊叹；听爵士乐时，心随即兴演奏的自由起舞；听民谣时，因歌词中深藏的故事而感同身受，流下泪水。在写作、绘画、手工等创作活动中，他们同样感受到特别的满足感。将内心的想法与情感以具体形式表达出来的过程，会带来深深的成就感与宣泄感。有时一坐在书桌前几个小时写一篇文章，或者一整天在画布前握着画笔苦苦探索，却丝毫不感到无聊，反而处于浑然忘我的沉浸之中。看着完成的作品，会惊喜地自语，原来我内心深处有这样的东西。然而对于这种生活方式，周围的人并不总是给予理解，常常会收到最近不觉得憋闷吗？多和人见面才健康吧之类的担忧建议。这些话并无恶意，但听在耳里可能会让人觉得自己的选择是错误的。
尤其是家人或亲密朋友说出这些话时，心情会更加复杂，甚至产生我是不是活得太自私了的自我怀疑。加上现代社会的氛围不断强调持续的活动与人脉拓展，偏好安静生活的人会感受到一种仿佛跟不上时代的压迫感。看着社群软件上他人活跃的日常，可能会陷入我是不是活得太无趣了的自我厌弃之中。新冠疫情之后，这种倾向甚至有所加剧。社交距离限制解除后，许多人热衷于报复性消费和报复性社交，而仍然偏好安静生活的人反而感受到了更深的疏离感。然而，最近的研究结果却讲述着截然相反的故事。拥有充足独处时间的人在心理健康方面更加稳定，压力管理能力也更出色，尤其是情绪调节能力和自我认知水平较高，在困难情境下也往往能保持冷静。哈佛医学院研究团队进行的一项长达5年的追踪调查显示，定期拥有独处时间的人，其压力荷尔蒙皮质醇水平比平均值低 15%， 抑郁症和焦虑障碍的发生率也明显更低。这种特质在职场中同样发挥着优势。在需要快速做决定的情况下，当别人情绪化的摇摆不定时，他们能够冷静分析局面，做出明智判断，同时也善于细腻感知同事的情绪状态，在适当时机给予帮助或建议。平时话不多，但在真正关键的时刻说出一句切中要害的话，令所有人刮目相看。在创造力方面，他们的优势同样突出，不被外部刺激左右，以自己的节奏推进想法，因此往往能提出他人未曾想到的独创性解决方案。在脑力激荡等团体活动中不太出声，但一旦有独立思考的空间，往往能带来令人惊叹的创意。他们的创造力不是即兴式、发散式的，而是具有深度且体系化的特质。领导风格也颇为独特，虽不是魅力四射、声音洪亮的领导者，但他们善于在幕后悄悄照顾团队成员，发掘每个人的长处并加以合理运用。在这样的领导者手下工作的人常常会说，我们主管真的很可靠。那么他们在社交中可以采用什么策略呢？最重要的是准确把握自己的能量规律，了解哪些活动会消耗能量，哪些活动能补充能量，才能进行有效的时间管理。例如，在有重要会议或活动的前一天，最好确保充足的休息时间，就像运动员在比赛前调整状态一样，提前储备用于社交活动的能量。做好这样的准备，在需要时便能充分活跃，积极投入。事实上，这种有策略的管理能量的人，往往能持续保持高水平的表现。同时，适当的向周围的人说明自己的特点也很重要。自然地表达我在安静的地方更容易集中，或我需要独处的时间来充电。大多数人都会理解并体谅，不要一味忍耐或强迫自己去迎合。坦诚的沟通对所有关系都有帮助，真诚的沟通往往反而能建立更深厚的信任关系。在职场中，同样有许多方法将这种特质转化为优势。在需要深度分析的工作、长期计划的制定、创意开发等方面，他们的能力尤为出色。在团队项目中，也常常能细致检查他人容易忽略的细节，或在冲突中担任调解角色。在情绪对立的局面中，提出客观公正的视角来化解问题。这项能力十分卓越。在感情与婚姻生活中，这种特质同样能成为巨大的优势。他们善于敏锐感知对方情绪的变化，进行深度对话，并努力理解彼此的内心。当然，起初对方可能会说，希望你更活跃一些，但随着时间推移，往往会越来越欣赏这种沉稳而安定的魅力。尤其是在如今这个快节奏、复杂纷繁的世界里，这种安定感愈发显得珍贵。与他们的恋爱不是戏剧化、激烈澎湃的，而是深刻而稳定的。也许不会每天都有新的仪式感或惊喜礼物，但他们深刻理解对方内心，
真诚给予安慰的能力十分出众，发生冲突时也不会情绪爆发，而是努力通过冷静的对话来解决问题，充分倾听并理解对方立场之后再传达自己的想法。在养育子女方面，他们的特质同样大有分歧，细心观察孩子微小的变化和情绪状态，花充足的时间交流，展现出尊重每个孩子个性的教养方式。尤其当孩子本身也偏内向时，他们能深刻理解孩子的心情，给予恰当的支持。比起担忧我的孩子为什么这么安静，他们更擅长发现孩子独特的才能与优点并加以鼓励。陪孩子读书，一起做饭，观察自然，进行深度对话，这些都是他们的强项。在这样的父母养育下长大的孩子，往往会形成情绪稳定、思虑周全的性格。然而，尽管有以上种种优点，有时独处的时光过于舒适，以至于连必要的社交活动也开始回避。这时候找到适当的平衡就显得尤为重要，不是完全与世隔绝，而是需要懂得筛选，只参与对自己真正有意义的关系和活动，不必拒绝所有社交活动，而是将符合自己能量和价值观的活动放在优先位置。例如，大型派对让人负担沉重，但小规模聚会或一对一的见面也许可以享受其中。与其认识更多新人，不如专注于将现有的珍贵关系发展得更为深厚，以自己的方式找到属于自己的路，这一点至关重要。与其努力迎合他人的标准或社会的普遍期待，不如构建能让自己真正感到满足和有意义的生活方式。积极利用网络空间也是一个好策略，即使直接见面让人有些负担，在网络上往往能更自在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或和拥有相同兴趣的人进行深度交流，或分享自己的创作与他人互动，这些也可以成为有意义的社交活动。活跃于线上读书会、写作社群、兴趣论坛的人不在少数。最重要的是，不要将自己的这种特质视为缺陷或需要改正的东西。世界上有形形色色、各具性格与偏好的人，每一种都有其自身的价值与意义。有需要喧嚣活跃之人的时刻，也有需要安静深沉之人的时刻。就如同在管弦乐团中，既需要小提琴华丽的旋律，也需要大提琴深沉的共鸣。整个社会若要和谐运转，就需要各种各样的人共同参与。回顾历史，人类众多伟大的发现与创作，有相当一部分诞生于孤独的时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莎士比亚的作品，贝多芬的交响曲，这一切都是在安静的空间中经过深刻沉思而诞生的。对于生活在当下的我们来说，这种宁静的力量依然弥足珍贵。在这个快速变化、嘈杂纷扰的世界中，不迷失中心，以自己的节奏前行的人，深思熟虑、真诚行动的人，正是有了他们，整个社会才能保持平衡。尤其是在如今这个信息泛滥、变化迅速的时代，这类人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当所有人都试图快速反应、及时判断时，正是那些充分思考、审慎决策的人使得整体得以保持平衡。如果你正因自己安静的性格而烦恼，请不要将它视为缺陷，而是将它看作一种特别的才能。你所拥有的深度思考力、细腻的观察力、真诚构建关系的能力、富有创造力的想象力，这一切都是使这个世界更加丰盛的珍贵财富。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请不要试图改变他们，而是原原本本地去理解和支持他们。当他们真正敞开心扉的那一刻，你将体验到一段真正特别而深刻的友谊或爱情。归根结底，人生中最重要的，不正是在不失去自我的同时，创造有意义的关系与经历吗？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独有的特质并非障碍，而是让我们成为更有魅力、更独特的存在的礼物。以你自己的速度，以你自己的方式走过的人生，才是最美丽、最有意义的旅程。
宁静的力量绝非软弱的力量，而是深邃、持久，能创造真正变化的强大力量。那么，说到这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在这个不断催促我们走出去、多社交的世界里，你有没有勇气坚持自己最舒服的节奏？你最喜欢用什么方式度过独处的时光？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一起探讨独处的美好。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记得订阅频道，点击小铃铛，我们下期见。